大家好，2025年春节假期你们都去哪儿嗨了？和往年一样，这个农历新年我又选择在外地度过。今年决定国内自驾游，目的地是潮州、汕头和泉州。不过这次有点特别，同行的不只有家人，还有2条法斗。带宠物旅行是什么体验？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能不带就别带。这俩活宝的折腾指数堪比2到2、3岁的娃，精力无限。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对宠物友好，而且他们随时可能整点幺蛾子。最头疼的是，大多数星级酒店不接待宠物，导致我们只能全程住民宿。民宿品质参差不齐，旅行体验也因此大打折扣。这趟旅程真是妥妥的极限挑战。至于为什么选择潮汕和泉州，主要有2个原因。一方面，这2个地方我们都没去过；另一方面，今年春节假期较短，只有6天。综合考虑后，潮汕和泉州最符合我们的行程规划。我们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第一站，潮州。从珠海自驾前往潮州，全程约420公里，车程约7小时。在潮州停留1天2晚，走马观花逛逛潮州古城、牌坊街、开元寺、广济桥，简单感受一番潮州风情。旅程的第2站是泉州。潮州与福建接壤，距离泉州约200公里，预计车程2.5到3小时。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次除夕就在泉州度过，想必会是一次特别的体验。行程的最后一站安排在汕头，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角度来看，潮汕是一体的。来了潮州，当然也不能错过汕头。考虑到回程距离，如果直接从泉州回珠海，行程会过于奔波，因此汕头成为最后一站。预计在汕头停留1天2晚，如无意外，刚好赶上年初2的汕头烟花晚会。汕头地标汕头小公园肯定要去打卡，顺便尝尝潮汕生腌，为这趟旅程画上完美句号。今天是1月25日，距离除夕还有3天，但通往潮州的高速公路早已车流如织，年味越来越浓了。路上断断续续堵了好几回，每次少说30到40分钟，走走停停，活脱脱一场春运耐力赛。我们从早上出发，开到傍晚，终于抵达平上服务区，这里距离潮州还有约100公里。在服务区加个油，顺便让2只狗解决一下他们的个人问题。终于踏入潮州地界，不过第一印象嘛，市容市貌看上去平平无奇，有点典型的内地小县城的风味。道路两旁的高楼大厦不多，整体感觉朴实低调。潮州的车牌是粤右，作为一个粤文化浓厚的地方，潮州人在语言、饮食、文化习俗上多自成一派。尽管近年来外来文化有所冲击，但相比全国许多千篇一律的城市，潮州、汕头仍然是广东乃至全国传统习俗保留最完整的地区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选择潮汕作为春节旅行地之一。这里至少还能找到一些不被现代化完全吞噬的独特韵味。
我们在潮州入住的酒店是一家叫黄辉宏美术的民宿。由于我们此行是带了宠物，而潮州所有大小星级酒店都不接受带宠物入住，所以民宿是唯一选择。这是我们今晚入住的民宿，看上去还算干净整洁，但设计和陈设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民宿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反而有惊喜。我现在走在这片区域是潮州最热闹的地方，也是潮州的市中心。马路对面就是潮州著名牌坊街。今天行程逛逛潮州古城，我们从牌坊街开始逛，然后沿路到开云寺、广济门、广济桥，最后坐人力3轮车快速转一圈潮州古城。潮州牌坊街位于潮州市香桥区，是潮州古城最具代表性的街区之一。这条长约2公里的古街，串联起了潮州古城的核心区域，以其古色古香的建筑、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潮汕美食，成为游客来潮州的必打卡之地。牌坊街最显眼的就是街道2旁的牌坊，现存23座仿明清风格的牌坊，大多是为科举状元、进士或结孝烈女等树立的，承载着潮州浓厚的儒家文化。另外，街道2侧的建筑以骑楼为主，融合了岭南和南洋风格。即便经历岁月变迁，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潮汕特色。牌坊街也是潮汕小吃的天堂，各种老字号美食店云集，比如老牌福和城牛肉丸，潮汕牛肉丸代表之一；胡荣泉100年老店，推荐春饼、薯壳果；益丰同必吃花生汤、豆花绿豆爽；镇记牛杂，潮汕牛杂火锅代表；老牌福和城牛肉丸，潮汕牛肉丸代表之一。牌坊街还串联了潮州古城的多个重要景点，开元寺，潮州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韩文公祠，纪念唐代名相韩愈的祠堂。目测潮州牌坊街上的牌坊应该都是后期修建或重建的，并非真正的明清原造。从外观来看，这些牌坊过于崭新，缺少老建筑应有的沧桑感和岁月痕迹。如果抛开牌坊，这条步行街与全国其他步行街大同小异。商铺里售卖的商品和小吃大多大同小异，不过这种鸭屎香茶叶应该算是潮州的特色了。另外，海石花海也是潮汕地区的特色饮品。潮州海石花是一种传统的潮汕夏日消暑甜品，主要由海石花枣一种海藻熬煮凝结而成，口感类似果冻或凉粉， Q 弹滑嫩，入口清凉。所谓潮州三宝，一般指的是老菜脯、乌橄榄和功夫茶。老菜脯是指陈年萝卜干，发酵多年的菜脯，味道醇厚，是潮汕菜的重要调味料，尤其适合用来煮汤或炒的。乌橄榄橄榄菜口感独特，既可生吃也可腌制成橄榄菜，用来拌粥、
炒菜或佐餐。功夫茶，潮汕功夫茶，潮州人待客的必备茶道，讲究泡茶技艺，茶香浓郁，以凤凰单丛茶最为著名。我在等。要等好久吧？他说下午呀。哎，我手机都没有电了。老牌豆子。等一下。这呢？
说到潮州美食，潮汕牛肉火锅绝对是代表之一，来潮州怎能不尝尝？今天的午餐就在位于步行街上的关堂兄弟牛肉火锅店，看看这家到底地道不地道。潮州牛肉火锅，严格来说应该叫潮汕牛肉火锅，是潮汕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以鲜切牛肉、清汤锅底、独特吃法闻名，被誉为潮汕人的灵魂火锅。给您排个号，大概是潮汕牛肉火锅的精髓在于牛肉的部位和刀工，每一块牛肉都讲究现点现切，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口感。比如雪花吊龙拌，口感最嫩，清涮即食，嫩肉吊龙，带点嚼劲，鲜美多汁。五花趾牛腿筋部位，脆爽弹牙。胸口牦牛胸部位，带脂肪，香而不腻。潮州牛肉火锅不像川渝火锅那样重油重辣，而是用牛骨慢熬清汤做锅底，几乎不加任何调料，靠的是牛肉的原汁原味，吃的就是食材的高级感。潮汕牛肉火锅的经典蘸料是沙茶酱，不同于普通火锅的酱料。潮汕沙茶酱以花生、虾米、椰浆、蒜头等炒制而成，咸香浓郁，蘸牛肉吃别有一番风味。潮汕牛肉火锅讲究一头牛吃6分熟，牛肉的最佳口感在于清涮几秒即食，才能保持嫩、滑、鲜的口感。因此，潮汕牛肉火锅的牛肉必须当天现宰、现切现吃，这也是它区别于普通火锅的最大特色。太恶心了，太恶心了！赶紧个东没给你去。저 뒤에 있죠. 아, 내 손도 다 열렸어. 要不要看？牌坊街中段连着潮州最重要的寺庙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26年，公元738年，原名兴国寺，后改名开元寺，历史上多次修缮。现存建筑以近代复建为主，是潮州佛教文化中心，香火鼎盛。为何在潮州、泉州会有开元寺？这和唐玄宗的开元寺运动有关。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公元73到756年，大力推崇佛教。在开元年间713到741年，下令全国各地的州府将原有的寺庙更名或新建为开元寺，以示国运昌盛，佛法兴盛。因此，
许多地方都有同名的开元寺。全国现存至少有10余座较知名的开元寺，其中泉州、潮州、广州、福州的开元寺影响最大。哪里好亮啊！哇，学到学到。牛牛，这是你的水果。有没有睇呢度而家？哎呀，这个。我不知道。不容易。福气开元，登船千年，是潮州开元寺在春节前后的传统文化活动，融合了祈福、书法、灯会等多种形式，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参与。福气开元，每年春节前，市民前往开元寺请僧人书写福字，寓意新年吉祥、福气盈门。登船千年，春节期间，寺内会举行灯会，点亮千盏华灯，象征佛法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也寓意新的一年光明顺遂。我们切到这里再结吧。哎，我领。对啊。动起来呗。
这就是潮州开元寺在春节期间的传统文化活动——祈福。OK， 谢谢。我挺好奇的，去开元寺请福要收费吗？他没干的话，他自个儿就推着，把那干推着，这个好。现在为什么好闻？他们给印的，这就全家福这个嘛。然后呢？然后印金子、金付，你们接，往下接付。我去一下就来。没有，说话吗？好像几天之前啊，这里也挺干净漂亮。
这个有点就上午市场。我吃弄的去弄，也没吃。不是，好了，要不好会有什么问题，咱去找商家什么。你要给小宝宝当钱吗？没想到我想做手工的。爸，不要拍照。我唔大都冇，好嘅係啊。考緊冇拜，考緊是啱嘅。等等，慢有。这边要说还是要不晒人。你怎么第一这个嘞？跟它一样的，那10块钱买2个。近年来，在潮汕，莺歌舞已成为节假日的一项热门传统活动。莺歌舞是潮汕地区独具特色的民间舞蹈，融合了戏曲、武术、舞蹈等元素，被誉为中华战舞。其起源与《水浒》故事有关，表演者通常装扮成梁山好汉，手持短棍或双棍，
伴随着激昂的锣鼓点，以刚劲有力的步伐和磅礴的阵势展现豪气与英勇。莺歌舞分为文莺歌和武莺歌，其中武莺歌刚猛有力，队形变幻多样，是最具代表性形式。而牌坊街则是莺歌舞表演的热门地点。眼前的城楼便是著名的潮州古城广济门。广济门是潮州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是古城墙的重要城门之一。其城楼高耸，气势恢宏，融合了明清风格的建筑特点，象征着潮州的历史原化。广济门不仅是昔日的军事防御要塞，如今更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城门外连接着广济桥，内通潮州古城，是感受潮州文化和历史氛围的必到之地。不过，眼前的广济门城楼是现代复建的，并非完整保留自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原广济门建于明洪武3年1370年，是潮州古城的4大城门之一。然而，历史上因战争与岁月侵蚀，城楼多次损毁。现存的广济门城楼是依据历史文献和遗迹，于1992年复建的。整体风格依照明清时期的建筑特点进行恢复，以再现古城风貌。不过，广济门的城墙基础仍保留部分历史遗迹，使其兼具古城韵味与现代修复的结合。赶快开门！原来某个人想走一走。这样要那样的，真看你这一点，那你要自己拿。感觉
广济门对面就是广济桥。广济桥又称香子桥，是潮州古城的重要地标，始建于南宋乾道7年（1171年），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之一。它横跨韩江，连接潮州古城与韩江东岸，是古代潮州重要交通要道。广济桥独特之处在于其18梭船24轴的结构，桥中央采用活动式船桥，可开合通航，东西两端为石桥。然而，由于战乱、洪水等因素，原桥的许多部分在历史上被毁。如今的广济桥是依据明清时期的风貌，经过考古研究和历史资料复原，于2003年到2007年重建，复建时保留了一部分原始桥墩，并重新打造了18艘船24轴的特色结构，使其兼具历史韵味与现代冷酷性。由于天气原因，今天中间的船桥未能连接，所以上不上桥也就无所谓了。你们上桥看一下啦。桥没掉啊。你想上去走吗？你走也只能走到一半。他们的运气也太差了吧！没了，那个。为什么走的？那你就跑。叫死了他们！还是你这个菜，放那打嘛。
那个拿现在车不都车头吗？车完了已经。然后已经车完，早晨起来喝啥？过不去了，现在。人家他们从这都搁那看。好像是怎么过？怎么过？没有啊，他现在只有半桥了。现在已经半桥了，中间的船已经拆了。今天风快上的桥已经拆了。那还上吗？小火车桥了吗？大爷就今天告诉警方，要进去昨天开这个了，今天才昨天，就今天刚好。这是吧？啊，这东西。等一下。看一下怎么过那个短信他们就在这里，就在这里，车子被顶过。就是看夜景，这台灯光秀啊。广地小这阵儿多好啊！外公，我还去那个打专车试一下。太危险，不好意思。我们进去看看了，走。干嘛？天后沟。现在我们要乘坐人力3轮车游览潮州古城，一圈120块。司机师傅会沿着古城行驶，
途中会在文公祠、观音庙、许驸马府等潮州著名景点停留，让我们慢慢感受古城的历史韵味。不过冬天坐三轮车真的不太舒服，尤其是阴天。潮州的冬天湿冷，加上大风，坐在三轮车上特别难受。冷风扑面而来，感觉浑身都透心凉。如果在夏天来潮州古城坐三轮车，应该会好很多。严格来说，所谓的潮州古城更应该称为老城，因为目测大多数建筑都是近代的民房，真正的古建筑并不多，只有零星残存的一两间民国时期的建筑。不过，街道两旁有大量的骑楼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流行于民国时期，也算是老城的一大特色。跟住馬上就叫你揾部大車叫埋嚟，如果冇嘢睇，我都未知叫埋嚟。放回那个车内，因为这个车是进那个胶里面正出来抓车啊，你看。这条路叫北马，北马路呢也是条老街，它主要是为本地居民服务的。因为这城里面现在这4万多的原住民，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这个牌里面的。接过啊！来，这些客栈民宿啊，全部是以前的老房子，给的非常的漂亮。整个潮州古城啊，由全部原小巷子建成，并且这个都四通八达。这些老房子呢，全部都是旧的。还有就是潮州本地人都非常的幸福啊，这古城里面随处都可见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寺庙。尤其是他们就每个月的初一15啊，都要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喂，哎，阿飄，做咩啊？係啊，做咩啊？係啊，咁搞完放假啦，有咩事快啲講，我而家點開啊？未，你快啲講，我而家喺出邊，快啲。好的，剛才碰到你老婆了。邊個啊？全啊！陳總佢出咗票，佢已經選定㗎啦，已經出咗票啦，冇得搞啦！哎呀！啊？咩退票啊？出咗票㗎啦，嗰個已經。係出唔係？你問清你自己問翻全亞，我唔知嗰個出票嗰度同全亞點樣溝通㗎？你同阿全亞傾啊！我唔知，我已經出咗差啦，我唔知後邊嗰啲咩事嚟㗎。前面是北宋時期的一個驸馬府。你揾翻全亞嗰啲人，全亞點同你講就係點樣㗎啦？以前唯一的一個驸馬府，他是北宋英宗的女兒。你叫全亞嗰邊啲人講啊！你問翻全亞好嘛？游潮州古城的第一个景点许驸马府，门票30块。如无意外的话，这个许驸马府也是100%原址复建，不是真古建。
还是太佛殿呀？我打定。叫绝，你看，这是加供组的，哦，那这个供组的，这是驸马，哎，对，就是驸马，这是他。可能也就几块砖头是原来的，其余的都是近几年仿建的。如果你来潮州古城，许驸马府大可不必特意去看。据考究，潮州许驸马府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驸马府之一。整座府邸保留了宋代的建筑风格，布局讲究，庭院深深，呈现出典型的潮汕大宅院特色。这里好，这里好，那里不好，那里人没了，人家人没了，人家人没了，人家人不了。来，一个走东，一个走西，我要跟着谁？你看，可以在这里迷路的那种状态哦。这个房子好多。你们来看一下草上的那个房屋，哇，4马多车，这个真的是豪宅啊！你看，1进门、2进门、3进门，都穿到别人家去了。这个就是一个主人一个人的那个家，一个人的家，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达官贵人才能拥有的这个2马拖车。怎么叫做2马呢？对，2扇门。谁进啊 What？ 来，再说一个有什么？看了一圈，感觉这个驸马府更像是一个布景，看看就好，不必久留。我们去下一个景点吧。没啥关系。而且这迷路还不要打走。这是李氏宗祠，相传是李嘉诚家族的祠堂。这有一个。
民国时期，李氏宗祠曾被征用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如今，李氏宗祠已改为红色革命文物馆。哦，现在这里面是保护着中国人民那个发展史。没啥干的。走吧，走吧。现在保护中国人民12号。革命时期这个根据地啊。大姐姐抱着你很乖呀，上面有爸，你爸在的都不敢动，你知道吗？因为你爸震慑着他，动都不敢动这样。潮州这边的特产类非常的丰富，除了茶叶以外呢，还有一个潮州的潮州三宝。潮州三宝第一宝就是佛手宝，然后用刀片一个佛手瓜，加配中药，经过小身体再烤，累死了。它主要是调理脾胃的，特别是老年人啊、小孩子厌食、消化不良、老人家肚子胀气、胃反酸，平时年轻的时候泡开水或者干吃，效果都很好。第二宝这个老药，老药实际上主要是指化确定把我关在那个笼子里。还有第三宝，咦，发抖，这个发抖被人。来了，往沙滩不要走。应该就是潮州镇海楼，潮州府的衙门啊。以前古代的潮州府隶属皖水县为省个县。哇，漂亮！上水啊、揭阳还有梅州的潮州府，都是潮州府管，隶属皖水县。我这个是后来新建的，我刚刚建好的。哦，刚建好的。它里面的话还没有什么完善好的，在门口。就外面照相。这座镇海楼看起来像是一个风骨景点，没太大参观意义。后建也建得很好啊。后建的这个外观的啥都没有。好怕大手看到别人手里拿着吃的，一口咬着去。从外面的东西，应该担心这么多东西。对，一口咬上去，死了。这观音庙啊。然后这里面啊，我刚刚说的这个前面来，这里面就是古大师安南海大观音这个观音庙，也是李嘉诚的发财。李嘉诚啊，又是李嘉诚。李嘉诚去香港之前也是经常来这个观音庙拜的。后来他有了钱之后啊，他就花钱他那个是在1919年，花了500万，从外面请来了一座观音像，有13.8米高，很高很高的观音，就安放在这个观音庙里面。烧个香，里面有香。然后在这个观音庙的旁边呢，有一家这边当地的一个老字号店，专门在他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潮州三宝，可以免费品尝一下。他们家的钱是在广东桥上面买的，后来广东家再说免费了，他们才放在自己家里。他们说出来个回头客可以，这个很潮州嘛，也可以去免费品尝一下。那边那个是观音庙啊，大家可以去拜拜观音。去拜观音吗？这个就是观音庙。那可以免费品尝一下那个佛手啊，要不要拜拜？就让他烧个几个香，就像要变。眼前这座庙是古大士庵，当地人俗称观音庙，据传由李嘉诚捐资兴建。庙内供奉着一尊高达10多米的鎏金观音像，庄严肃穆，金光熠熠，吸引众多香客前来祈福。古大士庵是潮州信仰文化的象征，每逢节庆，庙内香火鼎盛，信众络绎不绝。嗯。哎呦，刚问了这个。
叫外卖肯定不好吃，所以能在餐厅吃就好。眼前这座祠堂就是济略皇宫祠，门票30元。个人认为，这是潮州古城最值得一看的景点。济略皇宫祠是岭南木雕的代表之一，被誉为岭南木雕一绝。祠堂内的木雕精美绝伦，采用了细致入微的雕刻技艺，展现了潮汕木雕的独特风格。雕刻作品多以人物、动物、花鸟等为题材，刻画生动，形态栩栩如生。特别是厅堂内的木雕梁架和门窗，充分展现了岭南地区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其实济略皇宫祠是为纪念明朝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将领黄公黄仲泽而建的祠堂。该祠堂建于清道光20年，至今有180多年历史。它是潮州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建筑之一，虽然在历史上经历过修缮，但整体结构和装饰依然保留了清代原貌，是潮州古城内难得的真古迹之一。这边，来我这个位置，对你来，这样子，3、2、1。旁边那个人弄啥？他拿吉利弄的。潮州古城的3轮车游览到济略皇宫祠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们将返回，并在牌坊街下车。份太少了，你出1件衫咩？入邊冇衫啊？有啊，有件打底嘅，長袖短袖啊？長袖，呢件薄㗎係嘛？有短袖。来潮州之前，我总觉得这是个带点南蛮气息的地方，不会潮州话估计很难混。可逛了一天才发现，潮州比想象中有趣多了，历史厚重，传统文化保留得相当完整，尤其是春节这几天，热闹非凡，年味十足。在这里过年确实很有氛围。下一站，历史文化名城福建泉州，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拭目以待。我都在发抖。